时间长了以后，里面就容易塞土和泥巴，所以隔几天我就会用这个石头把指甲磨掉。这个就是天然的指甲刀，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可以磨。我去看看陷阱。长时间的独处让我感觉到很烦躁，有时候又感觉特别的无力，偶尔又感觉到很亢奋。可能是出了点问题，我要让自己忙起来，不要再去东想西想的。这个陷阱没有收获，这个陷阱也没有收获。这个陷阱还是没有收获。哎，这个陷阱出发了，看看有没有压到。看，这里有个尾巴，压到了。现在把这个石头搬开看看。哇，这个老鼠好大呀！我这个手掌还大。它这个毛是黄灰色的，不过这个石头太重了，把它的内脏都压出来了。四周还有一些苍蝇。我装了10个陷阱，终于有一个抓到老鼠了，不然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下的这些陷阱到底有没有作用了。也可能是时间长了，我下陷阱的时候留下的气味散去了，所以开始有山鼠来吃这个陷阱上的诱饵了。再把这个陷阱支起来，等待着下一只路过的小山鼠。虽然我在这个树林里面大部分时候太阳都晒不到我，但是偶尔还是会晒到。我有一个帽子戴在头上，这个它可以遮挡阳光，也可以在我走路的时候脸部不被一些枝条和刺挂到。我感觉还是很有效果的。走到这个灌木丛里面了。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在这种灌木里面走的技巧，尽量把身体缩小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减少树枝刮到自己的概率。之前我做的鱼钩现在已经自然干了，但是能够咬到这么大的鱼钩的鱼，这个应该是承受不住，而且这么大的鱼也太少了，所以我准备把其中的一个拿掉。这个的话，应该把这个拿掉，只要其中一半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再烤它一下。把它烤得更硬一些，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烤4个了。像现在它看起来一点淡淡的发黄，这个时候是它的硬度最硬的时候。
比刚才硬了很多。我现在要去找鱼线，我去看看我之前泡的野芭蕉，能不能够用来做鱼线了。我小时候第一次跟我爷爷进山的时候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在野外火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利用得好，它就是一个天使，可以帮助你；没有利用好，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恶魔。生火非常重要，但是灭火同样也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我爷爷不仅教了我很多在野外的技能，同样也教了我很多道理，还有在丛林的生存规则。这个是我之前泡的野芭蕉，现在它已经腐烂了，里面的这些纤维就出来了，闻着有股腐烂的臭味，就和火麻放在水里面浸泡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气味是一样的。它的很多这个肉质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些纤维，现在就可以很轻易地分离出大量的纤维。这个泡了以后，它这个肉质就很容易拿掉，然后剩下的就是纤维，只要随便搓它一下，基本上就能丢掉。比起直接分离要省时省力很多。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分离出来了，而且也不费力。现在只要把它晾干，然后就可以用它来做衣服。这个就是芭蕉的纤维了，非常的快，也非常的省力。靠近芭蕉心的部位，它腐烂的不是很严重，它就会偏白；靠外层的它就会偏黑。晾干以后，它整体可能会更偏白一些。我准备再做一个纺锤，把它晾干以后，再把它弄成线，就可以用它来编织内衣裤了。我泡的这些应该足够做。这个是1颗芭蕉里面的纤维，把它晾起来。我用这个芭蕉丝做一根鱼线。我这个手刚才水里面泡久了，现在感觉苍白，而且上面有很多的褶皱。现在搓这个绳子都感觉很困难，还是很牢固的。好了，现在就拴好了。我现在去找点蚯蚓用来做诱饵，再找一个树枝用来做钓竿。